这回的金银比较多，让后班的衙役多来一些。打开大门，冲！烧成一片白地。首领，北山来了。快，请他见识。太子怎么样？落入了狄仁杰手中。真的是狄仁杰？完了，完了！狄仁杰的动作太快了，快得异乎寻常，快得不可思议，快得令人来不及反应。本来我觉得自己的动作已经够快了，想不到还是晚了一步。我要去救太子殿下。慢！太子殿下也落入内卫之手，关押在天牢中，有数千名南衙的禁军看守。就凭你们几个想去劫牢，
简直是以卵击石。你放心，我已经派人打听过，太子殿下自被捕之后便一言不发。目前他虽然受了些皮肉之苦，性命却无大碍。只要太子殿下不开口，他们就不会杀他。真的？当然是真的。我已经与南山商议过了，计划照样进行。可太子殿下怎么办？你怎么还不明白？只有我们的计划成功，干掉狄仁杰和吉利可汗，才能够救出太子殿下。懂了吗？记住，从今天开始，你们就待在这里，绝不能轻易离开。一旦再被信敌的发现行踪，后果不堪设想。食物和清水，我会按时派人送来。放心，我会的。我还要到南山那里去商议行动计划。你好好养伤。南山兄，北山兄，怎么样？贺鲁没有招供吧？没有。我命人给他传信，让他挺住。只要计划成功，我们就有机会救他出来。我一直担心的就是此事，多亏你行动及时。否则落入那位手中，就是铁人也会开口的。狄仁杰真是个可怕的人，我中了他的诡计。若不是乌勒智及时赶到，恐怕连我也落入李元芳手中了。我实在想不通，他是怎么凭着柳条巷那几副尸骨判断出贺鲁身份的。有时我甚至觉得，是不是我们内部有他的卧底？能他人不能之事，这就是狄仁杰，否则就不会有那么多高手塞在他的手中了。他通过善金局的马车，直接查到了铁勒，真悬呐！幸亏我下手早，否则计划便功亏一篑了。南山兄，而今形势十分紧迫，贺鲁被捕，姓狄的又盯上了善金局，我决定计划提前展开。什么时候？今夜。今夜是不是太仓促了？迟则生变呀。那你都准备好了吗？我早就等着这一天了。切不可粗数大意。放心吧。3刻了，您车怎么还不到啊？就是啊，都等了1个时辰了，真不明白沙大人为什么要局内所有人都聚集在此等候。是啊，看，连车
车夫和杂役都来了。善金局几乎每个月都要接数次府库的银车，好像从未见过这种阵仗。哎呀，真是怪事！哎，快来！大人，刚刚接到快报，银车马上就到，诸位准备迎接。是。沙大人，志气用金银已借到，抬下来。慢点啊！小心！慢点啊！记住！沙大人，这里是白银10箱100万两，黄金1箱10万两，是否运至善金局财库？大人再行验看。不必了，在此交接即可。大人，这可有违定例呀！运进财库一进一出便要几个时辰，而今时间紧迫，交接之后便要马上开工。那，也罢，既然沙大人如此说，便这样吧。放下银箱。是。打开。是。打开。是。打开。打开。打开。大人，验看完毕。签库单，你可以回去了。沙大人，这能行吗？万一库出金银从来不会有错，这点我绝对相信。是，请大人签押。好了，辛苦你了。大人，银箱就放在这里。哎呀，放心，你回去吧。是。回衙。是。抬进范中府了。这回的金银比较多，让后班的衙役多来一些。
烧成一片白地。老爷，老爷，宫中力士前来传旨。哦，快请。是。哦，力士。国老，出大事了！不要急，慢慢说。今夜不知是何缘故，善金局突然着起了大火。啊！善金局？正是。而今火势蔓延，已无法遏制。圣上召3位大人火速前往承福门。我们立刻出发。请。参见陛下。周大人，这究竟是怎么回事？善金局怎么会无故起火焚烧？国老，陛下怎么了？卑职也不知啊。昨日善金局监正降奏大监沙尔汗遗文省中，说今夜将开工赶制盂兰盆节的金银法器，卑职循例批复。可谁成想，筹末之时，忽然来报，说善金局燃起了大火。本阁听沙尔汗说起，今夜有制器使用的金银要送到善金局，此事是由谁负责呀？是卑职负责。你是府库的掌库官？正是。卑职于今晨子时3刻，率南衙禁军将10箱白银、1箱黄金运抵善金局。你到善金局的时候有什么异样吗？没有，一切都很正常。只是什么？往常是由我们将金银运至善金局的财库中，才与沙大人进行交割。可今天沙大人却执意要在范住房门前交割。卑职劝说沙大人，此举有违定例，可沙大人却说时间紧迫，赶不开工。好了，明明是尔等无能，玩忽懈怠，贪滑夺揽，致使善金局起火焚烧。尔身为掌库，才资重任，责无旁贷，怎敢在此巧言令色，大言不惭，将责任推在将作大监沙尔汗的身上？真是岂有此理！陛下饶命啊！陛下。您看看吧，真是造孽呀！善金局自将作大监沙尔汗起，共146人，南衙守军50人，总196人，无一生还。从范住房直至后巷班房，6房14所，300余间房屋，全部被烈火焚毁呀！善金局自太宗朝起始经营，历百年，谁料想今日却付之一炬。浩劫呀，真是浩劫呀！
陆大人，在。依你之见，此次火灾起因为何？回国老，善金局内多制炭火，粗算下来，仅熔银用的火池便有40多个。以卑职看来，定是火攻不慎，令大量火炭外泄，引着易燃之物，这才酿成惨祸。你的意思是，这场火灾是个意外？是啊，国老也知道，善金局起火已不是1次2次了。龙朔2年和显庆4年的2次火灾，便是因火攻玩忽懈怠，致使大火蔓延，善金局因而关闭1年之久啊。不错，本阁时任地官侍郎，当年重修善金局的款项还是本阁拨下的。是啊，国老，这次烧得更惨了。重修是不可能了，怕是要重建喽。这上面有金银之绣，乃至4品上的官谱。恩师，这谱头应该是沙尔汗的。哎，大人，那是什么？陆大人，你看看这个。这是内侍省监制，出入善金局的腰牌，卑职也有一块。哦，这沙尔汗，看起来，沙尔汗果然葬身火海了。可惜这位金银器巨匠就这样不明不白的死，实在是令人惋惜呀。等等，恩师，您想到了什么？被烈火焚烧致死之人，通常情况下都是先被浓烟窒息而亡，其后才为大火所焚。这种死法无外乎2种情况：第一种，全身被火焚为灰烬；第二种，被烈火烧成焦炭模样，虽然面目全非，身体萎缩，却是可以看出人形的。不错，可你看看这具尸体，只剩下一副白骨，连人形都看不出来了。烈火不是毒药，没有腐蚀作用，它怎么可能把人的肉都烧没了，只剩下干干净净的骨头呢？不错，一般情况下，如果肉烧没了，骨头也就化成灰烬了。恩师，
您这么一说，还真是的。这废墟里的尸体似乎都是如此。说得很对，这善金局中的人似乎是先变成白骨，之后才遭烈焰焚烧的。好，走吧。是。此事确实有些蹊跷。看看这把刀，大人，这是16位禁军统一配发的青钢腰刀啊！也就是说，此刀应该属于那些守卫善金局的南衙禁军。正是。哦，陆大人在。平素之时，守卫善金局的禁军应该在何处执勤？在善金局大门之外。我们现在所站的位置应该是范祝坊门前吧？正是。这就是。你们看一看，善金局大门与范祝坊相距有1箭之遥。陆大人刚刚说过，禁军是在善金局大门外值守。既然如此，他们的腰刀怎么会出现在范祝坊门前呢？你说呢，陆大人？确实有些奇怪，卑职想不出来啊。恩师，会不会是守门禁军前来救火，被烧死在范祝坊门前？哎，有道理。救火不需要腰刀，如果禁军们是因救火被烧死在门前，难道腰刀不应该在刀鞘里吗？那您说这是为什么？只有一种解释，那就是善金局起火之前，这里曾经发生过一场战斗。战斗？在善金局？不错。大人，您是说这里发生过战斗？薛芳，看看你手里的钢刀，刀锋之处有很多的小口子。很明显是2刀刀刃相撞留下的痕迹。不错。可国老，善金局在皇城之侧，怎么可能发生战斗？这也太匪夷所思了。一切还是让事实说话吧。恩师，这是什么？你自己看看。是血块。啊，不错，是血块，被大火烧成了焦黑色。这里怎么会有如此大量的血迹呢？大人说的对，这绝不是一场意外的火灾，这里曾经发生过激烈的战斗。这废墟之中还有一般奇怪之处，不知道你们发觉了没？昨夜由府库送到善金局的100万两白银和10万两黄金在哪里？这对，100多万两金银，就是被大火融化成水，也会流得遍地都是。可你们看看火场中，却没有丝毫的踪迹。说得对极了，这些金银到哪里去了呢？难道会不翼而飞吗？恩师，
您的意思是，有人突袭善金局，劫走制器用的金银，而后放火将这里烧成一片白地？什么？这并不是我的意思，是现场告诉我的。这怎么可能？这怎么可能呢？善金局守卫森严，仅次于府库，怎么可能有人攻进来呢？你说错了，歹人并不是从外面攻入，而是早就隐伏于此。什么？早就隐伏在善金局内？正是。啊，郭老，这就更不可能了。就连将座大监沙尔汗进入局内，都要经过严格的检查，就不要说那些歹徒们了，他们是不可能进到这里的。陆大人，就在几天前，有4名假车夫便化妆潜进了善金局，盗走了清运渣土的马车。郭老，这是真的？虽然目前我们并不知道他们是如何潜入的，但事实确实如此。陆大人，主观臆断会欺骗你，积习会欺骗你，甚至你的眼睛也会欺骗你。因此，不要相信任何你看到、听到的东西。正太，你立刻将此物交于仵作，让他们查一查这东西究竟是什么。是。好，陆大人，在。命仵作严格检查废墟中的尸骨，尤其是要仔细检查骨饰之上有没有硬伤的痕迹。是。大人，这里有什么可疑的吗？岳方啊，你看看这几张桌椅，位在墙边，由于墙面挡住了火炉，因此并未完全燃烧。然而，它们却都变成了碎片，你不觉得奇怪吗？倒像是打斗中被撞散的。说得好，大人，真的是被撞散的。否则怎么会出现如此奇怪的现象？安师，程太，安师，怎么样？仵作检验的结果，墙上的糊状物是人的血肉。啊，血肉，与我所见完全一致。郭老，刚刚验尸官对我演讲，所有检验完毕的尸骨上都有明显的斗皮痕迹。他还说什么？他说这里的人都是被杀死，并且踢成白骨之后才纵火焚烧的。事情与您所说的丝毫不差呀。一具具白骨，飞溅的血肉。现在你们应该明白，突袭善金局的凶手是什么人了吧？赫鲁的卫队，那支神秘的骑兵。不错，能将人踢成白骨，定是这些残忍之辈。安师，昨夜我们还谈到这个问题。您说北山和那些神秘的骑兵，定会在城中有所动作。想不到，今天就应验了。然而，我们却没有想到，他们的目的竟然是要突袭善金局，劫夺制器用金银。是啊，郭老，什么神秘骑兵？你们在说什么呀？哦，陆大人，这里的事情就交给我们吧。你立刻赶回内侍省，处理善后事宜，尤其是治丧幽府诸项，颇为繁杂，一定要事无巨细。是，卑职马上去办。岳父们，我想
事情一定是这个样子。昨夜，沙尔汗及善金局内所有僚属全部集中在范主坊内。待押运金银的卫队撤离之后，早已埋伏在坊内的神秘骑兵突然现身，残忍地杀害了手无寸铁的众官属。这一点从地上烧焦的白骨以及飞溅在墙上的血肉可以得到证实。不错。守卫大门的禁军听到局内的厮杀声，打开大门冲到范主坊前，然而他们根本没有进到坊内，就被埋伏在周围的神秘骑兵全部杀害。这一点从落在范主坊外的腰刀以及坊外的尸骨可以得到证实。杀死局内所有人之后，他们用火药点燃了范主坊，烧毁善金局。可是大人，有几个问题。第一，看现场的状况，埋伏在善金局内的突勒骑兵最少有40-50人，如此众多的杀手是怎么能够潜入善金局的？这个问题已经不是第一次提出了。那4名假车夫是如何潜入的？北山又是如何能够来无影去无踪？车夫和北山毕竟只有几个人而已，说他们能够想办法潜入还有可能。然袭击善金局的杀手却多达数十名，卑职真的想不出，这些人是通过什么办法才能够进入善金局，而且还要在局内埋伏起来？没有家贼，引不来外鬼啊！有内奸？你们说呢？如果没有内奸引领，这些突勒骑兵走在大街上，恐怕都会迷路。就更不要说潜入善金局了。有道理。但是，学生以为这个内奸一定就是北山。与我所想一致。这个北山究竟是谁呢？他为什么总围绕在善金局周围？问得好，也许此人就是内侍省或者善金局的某位大员。元芳啊，你继续说吧，还有什么问题？第二个，昨天夜间，不过是府库送来制器用的金银，又不是什么大型典礼，为什么善金局所有僚属要齐集范住房内呢？问得好。刚刚我也在想这个问题，会不会是因为盂兰盆节将至，局内马上就要开工，因此沙尔汗才会命令全员等候？只需召集工匠即可，又为何要将车夫、杂役等人也集中起来？这岂不是多此一举吗？有道理，这一点确实奇怪。还有，沙尔汗为何不循定例，将金银运往财库，而要在范住坊的大门前进行交接呢？曾太，是命洛州刺史府的衙役捕派，清理火场时要仔细搜查，一块砖、一块瓦也不要放过。是，学生立刻动手。元芳，你马上去请大将军王孝杰，请他率麾下前来帮忙。是，卑职马上就去。此时，歹人一定已将抢来的金银转运出城了。我要立刻进宫面圣，请圣上下旨，命左右卫出城追赶。什么？袭击善金局？正是，袭击者便是突破敦煌镇远隘口，潜入洛阳的突勒太子赫鲁麾下的神秘骑兵。能够确定吗？证据确凿。善金局戒备森严，突勒人怎么能够进得去呢？圣天子天纵聪明，真是一语中的。
此事必有内奸作祟。内奸是谁？这个内奸代号为北山，他便是贺鲁进京要见的人。然此人的身份目前还无法确定。这些恶贼真是胆大包天，竟然如此明目张胆地袭击我天朝伏藏之地，杀人抢劫，致使沙尔汗4品大员葬身火海，真是死有余辜，死有余辜。陛下，不光是沙尔汗，善金局内总196员无一生还。若让这些逆贼奸谋得逞，朝廷的威严何在？天子的威严何在？怀英，臣在。朕着你立刻经办此案，清查内奸，抓捕凶手，夺回府库金银。臣遵旨，臣定当竭尽全力。陛下，臣以为歹徒得手之后，必定会将劫夺而来的黄金白银转运出城。然上百万两金银沉重之极，因此他们必定不会走得太快。目前的当务之急是请陛下即刻传旨，命左右卫出城追赶，严查洛阳四周官道上往来车辆，绝不可令其遁逃。准奏。还有，命洛州刺史府会同南衙禁军，全城搜查突勒人的踪迹，发现有大批聚集者，立刻抓捕。准奏。再请陛下传旨南衙，在洛阳八门加派禁军，严格盘查出城车辆，一旦发现大批突勒人出城，或有人夹带大量金银，立刻扣押。准奏。怀英，臣在。朕将此事全权于你，尔即可行便议之权，在京各部、院、诸军、诸使、诸衙、台、监、司一体听调，圣谕即刻下达。谢陛下。大人，恩师，你们怎么来了？刚刚衙役们清理火场，只找到了195副烧焦的头颅和尸骨，而善金局全员应该有196人。哦，少了一个。大人，昨夜火势如此之大，会不会将人烧成了灰烬？那就绝不会只少了1副尸骨。换句话说，如果有1个人被烧成灰烬，就会有2个、3个、10个，甚至20个。烈火不长眼睛，怎么可能只追着1个人将其烧成灰烬呢？而其他的人都留下了头颅和骨骼，这也太匪夷所思了，也是说不通的呀。有道理。再有，骨饰是人体最坚硬的部分，要想将头颅和骨饰焚化成灰，必须要砌好专门的炉膛，围住火势，再烧上10几个时辰，才能够彻底的焚毁。而昨夜大火不过烧了5、6个时辰，而且火势上窜，主要烧的是建筑。据我在现场的观察，如果善金局僚属们不是事先被突勒人杀死，肯定有人能够逃出火海。少了1副尸骨，这个人会是谁呢？一定就是那个内奸。目前还不能够如此肯定，也许是某人因故未到，因此躲过了这一劫。不错，也有这种可能。而今龙颜震怒，圣上与我便议之权，查查大案，事不宜迟。元芳、曾泰，你们立刻去办几件事。是。元芳，持圣旨到南衙宣谕：第一，要加派兵力，严守洛阳八门，
凡运载大量金银及大批突勒人的车辆，即行扣押。第二，命左右卫骑兵即刻出城，严查官道上来往的车辆。是。你立刻赶往内侍省，命陆正按善金局花名册查找，看看昨夜有没有人因故未到善金局。是。第二，前往各城门访查，看看昨夜火灾发生后有没有车辆出城。学生马上去办。乌勒志在哪儿？让我再问第二遍。他没和我们在一起。远方，大人，小姐，他们便是乌勒志麾下的那支神秘骑兵。远方，你怎么知道？刚刚这二贼使用的刀法与乌勒志完全相同，只是速度稍差而已。他奶奶的，终于找到你们了！有件事应该让你们知道，你们的主子赫鲁已经被捕，现正关押在天牢之中。如果你们说实话，待事情结束后，便放你们回突勒；否则便是死路一条。说，否则老子宰了你！你们知道他是谁吗？你们突袭镇远隘口，残杀守隘军士，将他们踢成白骨，那些军士便是他的麾下。你们不说实话没有关系，我就将你们交到他的手里。你们想一想，自己会是什么下场？我他娘抽了你们的筋，扒了你们的皮！说，我们说，贱骨头！你们是乌勒志的手下？是，我们是赫鲁太子的卫队，御风者。乌勒志将军是我们的首领。御风者，正是。御风者，大帅，
我好像听说过这个名字。哦，御风者是一支神秘的骑兵，曾是沙漠中最彪悍的强盗，专门劫掠往来行商和各国使团。据传闻，这些人来无影去无踪，从没有人看到过他们的真实面目。遇到他们的人都变成了沙漠中的白骨。几年前，御风者在沙漠中集结突勒商队，吉利可汗派鹰狮追剿。自那以后，就再也没有听到过御风者的名字。没想到，竟被赫鲁收为麾下。你们怎么会在铁勒的家里？铁勒，我们不知道谁是铁勒啊。赫鲁住在这里是吗？正是，我们是跟随太子殿下来到这里的。这里还有什么人？还有一个管家，叫李九。曾太，命衙役们搜查全院，找到这个李九。是。这一次你们来了多少人？50人。其他的人呢？只有我们2个跟随太子进城，其他的人都在城外，我们也不知道在哪。上林村中的突勒人果然就是他们。你们到洛阳来的目的是什么？我们只是跟随太子殿下，保护他的安全，其他的就不知道了。你们2个为什么不跟随赫鲁和乌勒智离开洛阳啊？我们奉太子之命，在此守卫。押下去。是。走。关门！带走！走！跪下！我们又见面了。大人，不知为何将小人捆绑在此啊？塔克，本阁让你见个人，见到此人之后，看看你还会不会问这个问题。参见国老。铁大人啊，这个人就是你被囚禁期间顶替你在善金局当差的贾铁勒。塔克，还有几个人，也许你想见一见。曾太，带上来，快来！大人。啊，乐师啊，你看看他。是你？是他，大人的。乐师，你们仔细看一看，哪个是银匠们的雇主啊？4个问题。第一，沙尔汗在哪儿？就是他。第2，御风者在哪儿？第3，失踪的银匠在哪儿？
第四，钟氏为何不见了？大人的话小的听不懂啊。好吧，这个人就交给你们了。我全说呀，大人。本阁在听。他们都在后堂下的密室中。上次，本阁曾经检查过那间密室，并未发现任何异常。塔克，你不是在有意撒谎吧？真的没有啊，大人。府中的密室是一个可以转动的大圆盘，消息是在后园外小桥旁的一座假山之中。机关分为几层，第一层是掩护用的。你们那天突然来到，我只得暗中启动第一道机关。沙尔汗、御风者、银匠和夫人分别在2、3、4层中。打开机关，头前带路。是。怎么样？机关已经启动了。有人救咱们来了！娘子，相公，大家都带出去吧！啊，是。好了，来，跟我来了啊！谢谢大人啊！谢谢大人，这下好了。大家命众军做好准备。第3层就是沙尔汗和御风者。是。上。快！快！好。准备。立刻命令塔克打开通往善金局的密道。是，走。什么声音？不知道。换上这些魏军的衣服，从善金局废墟的出口出去。好。为什么让我们守在这里？耐心等候啊！这……哎，都怨我没有早想到这条路，白白的损失了这些军士。奶奶的，我就不信他们能跑到天上去！弟兄们，集合队伍，给我追！是。
走！恩师，找到了没有？南亚禁军搜遍全城，没有找到沙尔汗和御风者的踪迹。不应该呀，他们人数众多，目标很大，怎么可能找不到呢？难道他们还有别的落脚之处？大帅，末将率部下搜查西市，在三仙观里找到了这个。这名帖是在西市找到的？正是，西市的一座叫三仙观的小堂子。曾太，叫如燕来，我们去西市。好，我也要去。公主啊，国老，叔父，公主说闲着没意思，想找您聊天。公主啊，我们要去的地方有些危险，你看这样好不好？待老头子办完事回来，再陪您聊天啊！我才不怕危险呢！国老，您要是不带我去，我就窜房越级，高来高去，陆地飞腾。又跑了，您还得找我。叔父，就带他去吧，有我呢。好，事不宜迟，立刻出发。包围三仙观！快跟上！这里我来过。你来过？当时我爹为了找到我，率人搜查西市，我逃进了这里。你什么？我看到有2个穿黑斗篷的人走了进来，这2个人在这里说了很长时间。他们都说了什么？说要杀死你。昨夜你说有人要杀死尼公，就是在这里听到的。他们还说了什么？别的我不太记得了，因为我听说书的经常讲狄仁杰这个名字，所以他们说你，我才记住的。对了，先前来的那个人，管后来的那个人叫南山。南山？公主，你听错了，是北山吧？不是，叫的就是南山。还有南山？沙尔汗是北山，这南山是谁？南山。